Hello， 大家好，我是贼伦。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可能很多人都头痛过的问题。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我们要怎么快速判断一个人，无论是你的伴侣、合伙人，还是新认识的朋友，到底靠不靠谱，值不值得我们信任和深交？市面上有很多识人术，看面相，看言谈举止，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家提出的非常简单却又很实用的观察角度。这个线索就藏在这个人的嗜好里。你可能会觉得，嗜好，这跟靠不靠谱有什么关系？别急，这背后的道理其实挺深的。第一部分，嗜好背后的内在奖赏系统。影片开头提到的心理学家观点是，去观察一个人，他有没有一些属于自己的，能让他感到快乐的嗜好。注意哦，这里说的嗜好，不一定要多么高级或多么有用，它可以是爬山、钓鱼、做饭，也可以很简单。就是喜欢吃吃喝喝，逛街买点没啥用但很可爱的小废物，甚至只是安静的看书、追剧、打打游戏。为什么说有嗜好很重要？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能够从小事中持续获得快乐的人，通常具备一个健康的内在奖赏系统。什么是内在奖赏系统？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不需要依赖外界的认可，比如别人的称赞、奖金、地位，也不需要强烈的物质刺激，自己就能够从事某些活动中感受到愉悦感、满足感和成就感的心理机制。比如说，一个人喜欢下班后花1小时做顿精致的晚餐，即使只有自己一个人吃，他在烹饪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专注和创造的乐趣，这就是内在奖赏。一个人喜欢周末去爬山，汗流浃背登顶后看到的风景让他心旷神怡，这也是内在奖赏。拥有健康的内在奖赏系统的人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情绪更稳定，因为他们快乐的来源是内在的、可控的，不容易因为外界的风吹草动而大起大落。第二，更容易感到满足，他们不需要拼命向外抓取，就能从简单的事情中获得滋养。第三，往往更有韧性，面对挫折时，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嗜好中，找到喘息和恢复的空间。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他有自己的小世界，能在一些看似无用的事情上找到持续的热情和快乐，那么即使这个人的能力不一定非常顶尖，但他的人品和情绪稳定性大概率不会太差，因为他有能力自己喂养自己的心灵。第二部分，没有嗜好，需要小心的警讯。那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你发现他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嗜好，生活里除了工作、赚钱、应酬，好像就没有什么能让他眼睛发亮的事情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需要稍微留意一下了。为什么？古人有句话叫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意思是说，一个没有任何癖好的人，通常比较冷漠无情，不值得深交。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这话听起来有点武断，但从心理学角度看，有它的道理。主要可能基于2个原因。第一，它可能隐藏着一些极端的行为倾向。从精神动力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完全没有嗜好的人，可能代表他的原始生命力是被压抑的。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有追求快乐、投入热爱的本能，这是我们的生命原动力。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这股力量的出口，那他可能不是真的无欲无求，而是选择了去压抑自己的情感和冲动，不敢放任自己去爱一样东西，去做一件事。这种长期的自我抑制，时间长了会让他整个人变得僵硬、麻木，缺乏生气。哪怕他表面上看起来很成功、很光鲜，内心也可能是空虚的。而为了对抗这种空虚感，他可能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去寻求一些极端刺激的事情，来发泄自己压抑的痛苦和能量。这种人可能会活得很功利，但也可能潜藏着不稳定性。第二，他可能是各极端的价值取向型或功利主义者，一个脑袋里只有符号或有用没用天平的小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在过往的经历中被驯化成了一个只看重实用价值的人，他判断事物的唯一标准往往只有没有用，能不能赚钱，能不能带来实际利益。这样的人，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花1下午就为做一道菜，为什么有人喜欢去河边安静地钓一整天鱼。在他们看来，这些不能直接转化为金钱或利益的事情都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他们看不到实用价值。这样的人有可能一辈子都活在权衡利弊、计算得失当中，做任何事情都要计算回报。跟这样的人相处，无论是交朋友还是谈恋爱，你可能会感觉很累，
因为他们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喜不喜欢、开不开心，而是对方有没有资源，能不能帮我，对我有没有用。一旦觉得你没用了，关系可能就冷淡了。第三部分，关键区分健康的嗜好 vs 危险的沉溺不过。说到这里，我必须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这也是这个观点中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我们需要非常清晰地区分健康的嗜好和危险的沉溺，也就是瘾。嗜好是你主动选择的，能给你带来滋养和快乐的事情，它让你的生活更丰富；而瘾是被某种东西控制了，你是被动地陷入其中。它通常是为了逃避现实，填补空虚，最终会损害你的生活。举几个例子，喜欢品尝美酒，偶尔和朋友小酌，这是嗜好，但每天需要靠酒精麻痹自己，不喝就难受，影响工作生活，这是酒瘾。喜欢打游戏，作为放松或社交的方式，能自己控制时间，这是嗜好，但沉迷其中，废寝忘食，逃避现实责任，这是网瘾。有些人爱打牌、打麻将，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有节制，这是嗜好，但打得没日没夜，输赢影响情绪，甚至借钱去赌，那这就不是简单的嗜好了，而是毒瘾。在心理学中，瘾的形成机制，很多时候是一种对生活的逃避。他可能打心底里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不快乐，他不能直面自己的人生，才会麻木地沉溺于这种能急速带来快感的东西上。所以，本质上，有瘾的人和那些完全没有嗜好的人，可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缺乏能让自己充实快乐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的所谓嗜好已经达到了沉溺的程度，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和责任感，那不管他外在条件有多好，我个人也不建议你选择深交，因为这种瘾的背后往往藏着更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和不稳定性。第四部分，观察的智慧与自我反思。当然，我们也要明白，用嗜好来判断一个人，只是一个参考维度，不是绝对的真理。有些人可能因为工作太忙，家庭负担重，或者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暂时没有精力去发展嗜好，这都需要我们结合具体情况去理解。这个方法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内在而非外在的视角。一个人的财富、地位、外貌都很容易伪装，但他在独处时，如何滋养自己的心灵，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往往骗不了人。所以，下次当你认识新朋友，或者评估一个合作伙伴时，不妨试着聊聊，你平时下班周末都喜欢做些什么呀？听听他谈论自己热爱的事物时，眼睛里是否有光，语气中是否有真诚的喜悦。同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反思的机会。问问自己，我有哪些真正热爱的嗜好？我的快乐是更多来自内在的满足，还是外在的评价？我是否因为追求有用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渴望？总结来说，一个拥有健康嗜好的人，他拥有一个能自我供电的内在奖赏系统，这让他更有可能成为一个情绪稳定、内心丰盈、值得信赖的人。而一个完全没有嗜好或者只有瘾的人，可能需要我们保持警惕，因为他的内心可能处于一种失衡或压抑的状态。当然，最重要的不是用这个标准去评判别人，而是提醒我们自己，要去寻找和培养那些能让我们的灵魂发光、真正滋养我们内心的事情，哪怕它们看起来很没用。因为当你拥有了从内在获得快乐的能力，你就不再需要拼命向外抓取，你的内心会变得笃定而从容。而这样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自带光芒，自然也就靠谱了。你身边有因为共同嗜好而结交的靠谱朋友吗？或者你有没有因为缺乏嗜好而感到迷茫的经历？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和看法。我们是 Lantern Drift，我们下次再见。